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好，各位朋友好。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州。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来关注这个川普现在是不是又有大消息要宣布啦？因为他现在忙着在中东那一边嘛，所以白宫就讲说，接下来呢，下一份的贸易协议啊亮相呢，就会是在他从中东返回美国之后啊，来宣布新的贸易协议啊。这意味着呢，在过去一周，美国、英国、中国大陆相继达成了贸易协议之后呢，国际紧张的这种贸易局势有望进一步的降温，但是下一波会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现在大家也是挺紧张的，恐怕这只是暂时的一个平静的一周哦。那再来，我们看到了这个，他讲说不排除要跟习近平讨论细节嘛。这个协议呢，将会为美企打开大陆市场，所以呢，他是希望在本周能够有相关的细节讨论。不过，我们来看一下美企将入中这件事情就有一些学者警告啦，就说尽管中美暂时达成了降税协议但是未来要进一步削减关税难度是不小的，贸易冲突再次升温的风险仍未消除啊，因此这观望气氛还是非常的浓。不过现在看起来，比方说像是大陆的一些电商因为他们小额包裹的关税已经有调降啦，所以现在看起来已经稍微和缓了一些贸易战对中小企业带来的一些伤害他们可能比方采购方面的话，就不用付那么高额的关税了。那中国大陆也释放了说这个好消息就是说他暂停制裁了45家美国的企业这可能让川普松一口气这现在暂停17家，还有28家美国这种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以及出口管控的这些清单的现在目前先暂停制裁，这是中国大陆商务部的宣布那对于美国来说哎呀，欢天喜地呀，这简直是终于是看到了这个久违的曙光那很多的美国的比方说进口商业者他们讲说哇，这个圣诞节有救了，特别是玩具制造商，他们讲说现在降低货物关税哇，他们可以就是赶快来进货啦，美国的小朋友也不用只再买2个娃娃啦，因为当时川普就讲说贵的话你们就买2个就好了，不要买30几个那接下来小孩可以得到了娃娃自由。而且呢，在微博热搜上我们也看到义乌的店家就说接下来15天肯定要大干就是说可忙着了，就是之前囤积的货加上未来想要买的货，最近恐怕要迎来前所未有的旺季就连我的同事在讲说最近买淘宝都要排队了，因为很多人都在抢货，你要跟美国人抢，跟欧洲什么的各国在抢所以你现在连台湾你要买淘宝货都要等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义乌商家怎么说。昨天晚上就收到了我们客户反馈信息，我们聊到凌晨2点，他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现在可以把之前的订单可以现在下单做掉了，然后我们就是1个月以后等着出货就行。他今天会打30%的定金打过来，我们就工厂继续生产了。对，所以其实看起来底气很足所以中国大陆的企业迎来了一波爆单潮现在港口预料大概下周会到出货的高峰深圳一家跨境电商呢，他们就把这种户外躺椅的售价顺势调降回原本的价格所以美国的订单来了，而且是这种大量，比起原本的量还更多的订单。浙江还有一些这种外贸企业都让这个工人赶快加班加班他们也就可以多赚来增加生产力，因应现在的一个爆单潮那连高盛分析师都在讲说，中国大陆未来的90天出口会非常火爆，会掀起全球的抢购潮特别是美国这一阵子大家真的是怕到了，我就已经看到货架空的那种感觉，那种缺乏感可能会让他们更这种情绪性消费，就原本可能买1样，可能给你买个5样10样先囤再说。那再来看到了
这个川普退让啊，这个剧本现在再度上演。纽时就讲说啊，川普一向在谈判当中是极限主义者自居，先开天价条件引发危机，再用高压手段逼对手让步哦，先升高再退却哦，但是最近看起来都不太奏效哦，最后变成川普都在让步。也就是说大家都有看你那个谈判的艺术嘛，都知道你的套路是什么了，所以就是不理你。看起来中国大陆已经有了北京模式示范给全球看。那另外看到了美国也撤销 AI 晶片出口的3级管制计划哦，现在他还讲说哇，要警告世界各地哦。如果你们去用华为的晶片是违反美国规定的哦，又开始在找华为的麻烦吗？那华为其实他们现在就是全力要突破技术封锁。看到他们的财报显示就是在去年研发方面投入了1797亿就是等于说6年来首次出现在第一季度的亏损。那其实也代表着他们要更加大力度研发投入创新。那这其实是为着要这个应对美国接下来要卡脖子的一些种种限制。而且根据一些调查发现现在华为至少在大陆呢全境至少有直接或间接经营11座的半导体晶圆厂，而它的这一个算是主要的背后的晶片黑马呢，也就是我们看到这边报道跟华为来往密切的大陆半导体设备制造商新凯来呢，正在寻求了28亿美元，大概是台币855亿元的首轮增资。那这个大陆也是寄予厚望啊，这可能可以跟未来艾斯摩尔来做这个一较高下而且现在这个新凯来的估值也达到了110亿美元所以看起来有机会成为大陆半导体设备业的超级独角兽。好，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邱老师。川普到了中东啊，里子跟面子都有了，不但得到了大的订单，而且呢，大家对他也非常的尊重，所以他觉得里子面子有了，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把他过去的一片的阴霾好像一扫而空。所以他宣布说，他还有一个新的这个贸易的协议要出笼了。那这个贸易的协议是哪一国呢？其实我所了解，应该就是指的是英国。可是问题是，英国跟美国之间做贸易协议的范本，事实上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啊，因为英国对美国是贸易的逆差，反而美国对英国是贸易的顺差，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跟英国之间的贸易的协议根本不能做各个国家的参考。再加上川普这个人，刚才主持人说他的交易的艺术，说实话，他的交易的艺术里面有很多，其实跟他实际的作为也不是都一样的。而且他现在的软肋也被大家都知道了，你面对川普这种要跟这样的人谈判，你就一定要采取所谓的步步为营的方式，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像赖清德一样，一下子对他跪下趴在地上，那么全身赤裸的什么都先奉献出去，他就会对你那么投以青睐，不会的。川普这个人就是你对他很软，他就对你很硬，他就柿子挑软的吃，他就步步进逼。所以现在各个国家都懂啦，像欧盟就是采取团结就是力量，27个国家大家合在一起谈，不让各个的国家个别跟美国做接触。好，那至于像日本，那石破茂也采取所谓的高姿态，那么吊一吊你美国，吊你川普的胃口。好，那甚至印度看到了这个中国的模式，那印度本来也准备要下跪了，现在也准备不跪了，改提出了很多的条件，那么要去跟川普来谈。那至于我们谈到说，最重要的是各个国家都在关切的中美之间的在瑞士的谈判的模式那这个谈判的模式其实也不能太掉以轻心，因为它只是第一回合。而且第一回合以后，川普马上在白宫的记者会就释放了一个说，如果中国大陆愿意开放它的市场，那对于这个两岸之间的统一跟和平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其实这就是川普给对中国采取的一个诱饵嘛，他目的就是要推动
中国大陆的市场开放，也就是美国长期以来最想得到的叫市场准入。过去中国大陆不敢同意市场准入，因为中国大陆有很多的限制，像金融、保险业啦，像是这个农产品啦，它不能让你市场准入啊。而且市场准入把所有的关税障碍与非关税障碍都拿掉的话，那接下去就要谈到稀土、出口管制要不要撤销的问题了。所以麻烦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呢，川普提出这个诱饵，那为什么我认定它是诱饵呢？因为透过了了解以后，不是何立峰在瑞士的时候主动透露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何立峰这个人，从他在厦门担任财政局的副局长，一步一步上来，他就是个标准公务员，他就是一个非常谨守条条框框分寸的人，所以他不敢主动跟这个美方的代表去谈到逾越他的管理范围之内的事情。那基本上这个就是美国在川普授意之下提出的一个诱饵，要诱惑中国大陆来跟他谈下面的市场准入、市场开放的问题。而这个正好是美国，尤其是川普最想要的。我们从后续的发展就逐渐看出来了。所以川普整个的谈判模式，其实各个国家现在已经都有了深入的研究与准备。好，来请教聂老师。OK， 那个我把那个我先从川普这个关税这个角度啊，我把它形容成一个类似微笑曲线来形容啊。从4月2号它公布出来之后，它其实当时在一个极高点，一到4月8号、9号，这有很多的国家来亲他的屁股，然后有人来跪了。但重点是呢，这时候发现全球呢，这尤其啊，我们讲投降式的这些国家就算了，一般的报复性的国家呢，还存在非常多。尤其就是以牙还牙的中国嘛，就完全式的报复。那么这时候呢，也显现了美国呢的窘境就慢慢出现。这时候你会发现，不管欧盟、加拿大、卡利等等，这使得美国呢整个状况就是往下摔。这时候呢，当川普现在认知到这一段时间对他的不利啊，内忧外患，结果呢，我觉得他也蛮聪明的。我觉得他现在慢慢回升哦，从某个角度叫渐入佳境。怎么说呢？他在抓指标。刚刚讲到英国，大家都知道，光这第一季大家就已经分析出了。其实是美国赚了英国从真的这个货贸来讲，他赚了50多亿，去年一整年100多亿，所以呢，他是最好谈的。当然也是他的祖中国嘛，这样欧洲美英的关系，所以呢，他跟英国很好谈。当然签下去之后，英国才知道好像受骗了，有点吃了毒药一样。但这是第一个指标，因为他要告诉大家，英国曾经是日不落帝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有指标、大家受尊重的国家。不管你现在认不认为英国还是该被尊重。第二个又来了，他开始跟中国，因为中国他的确是忍不下去。刚刚讲到日内瓦没有错，何立峰跟那个贝森特在见了面，可是贝森特自己讲出来了，两边各自都受伤太重。其实承压竞赛的时候，你发现经济承压，美国真的撑不住了，所以他必须服输。他还就讲的说，我们不想再惹恼中国，所以这时候他必须服输。中国来了第二个指标，都降低，实际上他完全互惠，我觉得是10比10。因为现在看起来30比10是有人没有去分析，那个另外20是芬太尼的关系啦，115是一个报复性和惩罚性的24和91嘛，加起来115。好，这细节数字我们不管，就是10比10啦，一般的货。好，这时候已经讲说法呢，中国真的就是赢了，而且中国呢基本上呢是用半被动式的，只是他们也想签，因为他们经济也受伤。好，现在又来了一个中东。中东真的是大单啊！你不管从某个角度，可当中东会签，会两边呢都好像很互惠，这当然有原因的。因为中国呢在这几年来在崛起之后，不管从非洲进程到各个地方，甚至美国的后花园南美，你看做了多少？那现在中美、南美，以前中国去当然也到这个墨西哥西岸，现在南美12个国家有一半啊都开始要靠向中国。当然中东你不能再输，而且在中东这个地方，美国在里面也有建立了很多的科技的这个建制 ，AI 的扶持。华为的进站，还有呢基建的帮忙，这时候呢美国必须做。当然他这时候很聪明，带了一堆的大佬，黄仁勋啊，这个苏之峰啊，等等的 Elon Musk 全去了。当然告诉他，King AI 的 King 是我们，这次的确签了大单。当然这是那个我们讲阿拉伯国家啦、阿联酋这些国家想要的，因为他们已经讲好，他们要建在一个 AI 的投资的未来。很清楚的，20世纪当时就是一个能源的世纪，现在已经慢慢不需要能源啦，而且这些产油国家也慢慢减产，他又赚了那么多钱，这是大金主啊！大金主他当然要想他最好的未来，钱要扎哪里？当然扎科技未来。中国有在帮忙，但是美国不能认输，当然带了科技过去。
这时候当然两边互惠。当然这个互惠是不是都表面上不知道，只知道阿拉伯国家当然两边都不会得罪了哈。那我觉得这个的未来呢，我觉得还必须再看下去。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叫做筹码问题啦。真的一定要拉到筹码才能去谈，你没有筹码东西谈也没有用。当然，讲到这个圣诞节的东西，真的是有趣了。两边呢，真的是一个要买货，一个卖货。一个要买货的人呢，非常的欣喜，终于找到了餐厅，一个很普通餐厅，他要大吃一顿了。另外一个呢，撑了很久，肚子已经很撑了，不知道怎么办。终于看到了一个厕所，其实很不怎么样的茅坑，他也要过去卸货了。我觉得这个呢，最少哈，我在美国卖过这个圣诞树、圣诞灯啊。刚刚在美国做生意的时候，这半年真的是要进货期，这一段时间应该景气，只要不变的话，我相信这个货畅流，包括货运的问题，都应该会有一些还不错的利多。就这半年，一直到这个万圣节，一直到圣诞节。好，来请教杨老师。义乌当然现在接来了一波就是美国的订单。川普为什么会在瑞士让步115%？他当然就是退缩，但他的目的是自救，救他的经济，因为到了6月中，可能美国的架上都没有货了。那个照片拍出来哈，那个美国就不是从此就不一样了，美债就没有人买，然后呢，稀土卡住他的军工业，还有农业州就跟他翻了，码头工人还有司机工人，其实已经大幅的抗议，所以川普的基本盘会垮掉。明年的期中选举，他一定就变成跛脚，这是川普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在自救，他不是在救美国，他在救他自己。所以他现在定的24%，对不对？24%，接下来90天要谈，但这个90天之内，已经还有一个其他180多个国家的60天，不到60天，目前只谈了一个英国。英国事实上现在心酸了，那中国都降到只剩10%。另外，美国的芬太尼，这个中国大陆同时在2月针对美国的原油、农业机械10%，然后这个煤炭、天化LNG15%，这个都没有降。所以，如果你以为是美国降到对中国磕30%，中国掉了10%，好像中国比较少，那你真的是被误导，因为那个20%是芬太尼。所以第一个，他们谈这个24%，然后在这个之前，其他几个国家要开始弄，其他国家大概就跟中国一样的立场，要强硬。但是你有中国的实力吗？我觉得没有，所以并不会达到美中在瑞士的效果。这些国家你还是要准备好。因此24%，芬太尼，还有呢稀土以及市场开放这4个点哈，接下来90天，中美之间谈的重点。24%不是重点，其实是芬太尼。芬太尼我觉得可能都会降一些，但是稀土会是个关键。中国大陆大概不会放，那是一个筹码，那是一个跟美国未来在 AI 战、科技战要倒过来卡住美国的科技与军工战的筹码。因此，现在已经展开的 AI 战，然后呢，这个科技战，我觉得中国会以这个稀土作为回应，市场开放没有问题，中国大陆，但不是只对你美国一个国家，它一定是整体的考量，对全世界。中国是会越来越开放，但如果只对你美国一个国家开放，这不可能。所以这个都是有步骤、有顺序，然后呢，在未来的90天，可在这个之前呢，其他国家你准备好了没有？你这个在60天之内，你要跟美国达成对等关税的谈判。我们台湾准备好了没有？左宗棠也说，我希望完全豁免。那以前他不敢讲这个话。可是你现在已经完全的把你的筹码退让光，我不那么的乐观在台湾跟美国的谈判。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好，印巴是真的停火了吗？现在恐怕这一场战争已经转为舆论战了，因为这个印度不能输，不能让他们这个输的资讯被曝光所以现在他要求呢，这个 X 平台要封锁来自
中国大陆、土耳其，就一些会讲说他们输的消息的相关的国家，通通都要封锁啊，避免印度他们自己国内看到这相关的消息哦，要把这所有巴基斯坦的内容从平台上面移除，所以这样才能够营造赢的氛围。那再来呢，印度也向70国外交官通报，我们这个诛杀行动是非常成功的哦。那他们的新德里电视台里面就有报道，哇，他们现在要进行这一个等于说庆祝行动哦，为期10天的这样的一个庆祝行动，然后说这是他们非常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军事成就。但是私底下呢，其实他跟巴基斯坦两方啊相互驱逐外交官哦，所以这个你说角力结束了吗？还没有。那所以半岛电视台就在讲说这个叫做口水战取代了战争哦。那再来，这个其实印度的媒体也开始加入了这一波的这个算是认知战吗？你看哦，印度的主持人就在讲说，哎呀，这一次呢，其实因为这个中国大陆的防空系统是被压制的哦。哎，他怎么讲出来跟这个我们世界各国看到的消息都不一样？所以他就说，成飞的股价还就是一直在跌，哇，这是不是假消息啊？我们来听一下。This was used in combat for the first time last week, the PL-15. Pakistan fired several Chinese missiles at India. None of them hit the mark. They would certainly make China's defense clients think twice. Who would buy a weapon? In each case, Chinese air defense systems were neutralized by India, and that raises serious questions about their real-world performance. So the market reaction was only to be expected. They were hoping for profits from a sales boost. Instead, they're getting scrutiny after delivering a disaster. You see, when a weapon fails, the damage is not just tactical, it hurts reputations. China clearly has a lot of work to do. 对，就看了有点傻眼哦，竟然现在印度为了要杀气哦，就是一下子又骂美国，一下子又什么又在讲中国，哎呀，你们的这个武器卖不出去，所以现在看起来印度就是没有办法真的去面对他对于上巴基斯坦就是这一场空战打得并不漂亮这件事情，所以怪东怪西。那再来我们看到了，其实事实上是如何呢？我们看到印度主播讲的说股价跌幅非常大，但我们抓出来成飞的股价图哦，是一飞冲天。他是不是看反了呢？就是明明股价是这样飙上去，但是他们说股价的跌幅非常深哦，就是好像怎么看的跟现在看起来完全不同啊。因为自从歼10成功击落了标风战机之后呢，其实5月8号开始哦，这个成飞的股价就一直在飙涨，就是这样子这上去，然后停一下，上去又停一下，一波一波的这样往上涨，涨幅已经超过了61%哦，反映出来市场对于大陆的军工技术是信心大增啊！怎么会跟事实差这么多呢？跟这个印度讲出来的完全不一样哎！印度是不是跟我们看到的数据不同呢？就让大家觉得很奇怪。连巴基斯坦参议员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都讲了，这叫做中国的科技打败了西方的科技。我们来听一听。We shot down 5 of their planes, 3 Rafales, 2 other planes, and then Chinese technology has triumphed over Western technology, which is a great news. And it is. We told them that if they do that again, we'll hit them hard. And we're doing that. We are ready for them. 对，所以现在看起来最受伤的是印度他可能已经无法接受事实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巴基斯坦甚至还秀出来他们的空战指挥中心你看这个标题讲说中国空战系统露出了冰山一角，因为这套系统其实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嘛，所以他说照片里面看到很多的大萤幕萤幕上面显示各种不同的任务资讯透过这些萤幕可以清楚的看到印度的军队，尤其是空中的力量的位置。那如何攻击这些目标，显示出来巴基斯坦的空军在战场上面具有良好的这些态势感知能力那其实他们都说这是出色表现，就是因为跟中国的这一套作战系统息息相关，这种等于我们说是新3-3制的这种打法完全的移植过去，才能够让这个巴基斯坦打下漂亮的一仗。所以现在大家就开始在讲说这个歼10的故事就是歼10呢，其实这一次打下漂亮的一仗巴基斯坦的空军参谋长他们是通过了无线电直接向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飞行员下令杀了他们，就是说要
朝这个标风战机给发射，别让他们踏足巴基斯坦领空半步。因此，我们的退役中将帅将军他就讲到了，的巴基斯坦等到数据链资料都到齐了，第2个指令就是全灭因此呢，这系统性的攻击作战让歼10成为战场上的杀手啊。那再来这个现在看起来，我们看到了。过去歼10的这个总设计师他就讲说，我们一定要替中国做出一架非常好的飞机。那的确呢，就是现在歼10打下了很好基础之后，后来有了这个歼20啊，甚至现在更先进的一些武器的一些基础那当年呢，在测试就是歼10试飞的时候这个试飞员也有讲了一番话，我们来听一下。培训呢，人家还看不起。人家还说你中国要试飞员干啥？你们自己就没飞机，你要什么试飞员？我说宋总，你放心，只要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了，只要是我还能操纵，我就想办法摔，我就给你摔到跑道上。从生命角度来讲，谁都不想失去，但是从中国当时的那种国情，必须得这么干，必须要赶西方国家20年。如果你不赶，或者这个飞机失败了，咱们可能就不是30年了，可能咱们跟西方国家比就差40年、50年。他当时讲说摔也要摔回来，就是我才能够让你看到哪边设计的不好，才能够让你来做调整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情怀在做试飞的，一定要让中国大陆这个在军工上面的武器技术这样大幅跃升起来。因此呢，我们看到了现在很多中国军迷就讲说，虽然歼10在他们眼中已经是老人家了，但是却还能够在世界上大杀四方。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邱老师。我要帮贾抗姐说几句话。大家都说贾抗姐身为一个印度的女主播，身为一个印度的资深的媒体人，为什么不讲真话呢？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印度的人民？为什么要以假乱真，把丧事当成喜事办？要隐瞒真相呢？这完全不符一个所谓的资深媒体人该有的态度啊！可是我跟你说，贾抗姐是跟着印度的领袖走，大家都批评说贾抗姐把印度自制的光辉战机，她说她比歼20还厉害。可是你要知道她这句话是学谁说的？是学莫老先说的。莫老先是谁？就是莫迪嘛。莫迪刚刚做总理的时候，因为每天都穿着印度的传统服装库塔，所以那个时候很受到瞩目。那时候时尚杂志还把这个莫迪加上他穿的库塔，把他选为这个时尚领袖里面的排名第1位，还胜过了当时刚刚出来的夫妻档，就是习近平跟彭丽媛的夫妻档。好，所以呢，当时候也曾经莫迪红极一时，也造成了好多的外资都觉得这个领袖不错啊，又能讲，而且讲得又很美，编织了一个美丽的梦，所以很多的外资都涌入了印度。可是你知道印度现在叫什么？叫做外资坟场。我的好几个朋友，包含了中钢包含了郭台铭、富士康，包含了这个高雄的亿联，都曾经到印度去，到最后都是铩羽而归啊！为什么？原劳工不好管啊，配套很差，整个的基本的配合环境就是没有办法让外资能够做永续的经营吧。这个就是印度最严重的问题。你知道莫迪他这一次在印巴战争，明明全世界都知道是印度输掉了，巴基斯坦赢了，而且标风战机至少坠毁了3架，甚至有人说后来又坠毁了1架，是4架。但是问题是在莫迪的口中，哇，印度是得胜的，所以有记者就问他说，如果印度是得胜的，那为什么美国还要出来调停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之间让它停火呢？那莫迪这时候就开始连美国都批评了，连川普都批评了，认为川普多事嘛。所以印度基本上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你从你国家的领导者来说，就专门说谎话，就不把真相说出来，你当然上行下效，你的媒体人、你的
女主播当然就跟着这个方式走嘛。好，最后我加一句话来呼应刚才我们这个永明兄的说法。对于中国跟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第一回合没有错，中国是赢了，美国输了，甚至有人说中国是赢麻了。但是真正的挑战是在第二回合，几周之后就要进行第二回合的谈判，而第二回合的谈判除了芬太尼之外，包含了中国在各个港口被美国征收的港口费，包含了这个稀土的这个出口管制的问题，也包含了刚才讲到的市场准入的问题，就市场开放的问题。另外还有像美债、像汇率的问题，很可能都是第二回合必须要谈的。所以真正的挑战不是前几天的第一回合，真正的挑战是第二回合。好，来请教杨老师。你知道歼10C在中国大陆的这些飞机当中排名第几呢？其实有这个排名，有第6，排名第7。第一是歼36，这个是已经出现几次的第6代战机。对。然后第2名是歼50，它也是第6代战机，但可能是使用在舰载机。那这2个第6代战机啊，现在都已经出来试飞，我们看到有飞行员啊，然后呢，这个要进入到量产，也许还有一点时间。那接下来就是歼20，第5代，然后歼36，歼35，对不起，歼35，那这个是2款第5代战机。然后4.5代呢，歼16、歼11才是歼10，现在叫歼10C，那后面加个1就是出口用的。出口用的目前为止只有巴基斯坦购买。中国大陆在过去这5年所有出口的军火，大概60%都是在巴基斯坦，所以表示什么意思？巴基斯坦是买一个整套系统，不止歼10C、霹雳15、预警机、防空系统，所以整个就是这个资讯流你才能够串联起来。在战场上，我们得到这次的验证。这个西方媒体根本已经都是在军武界，你随便去看一下，都在讨论如何在战场上取得这样子的制胜。标风被打下1到3架到4架不等，所以印度现在的问题是，他的这种官僚主义跟极为自大碰风的印度教国族主义这2个东西在莫迪的这个任内交叉相乘，极度的放大。那同时也的确因为碰到美国在打压中国，所以呢，自然要去引导提拔一个在南亚人口现在已经超越中国，这是印度唯一超越中国的人口，超越中国，那希望能够去牵制中国大陆，尤其在印度洋又跟这个海上能源安全有关，所以印度就在这段期间，这个来的投资啊，赚了一些钱呢，它就极度的膨胀，那到处就买飞机，就变成万国军、杂牌军，输了呢就怎么办？现在只好打认知战。我想其实大家都看得懂，这个只是一时的，他面对民众的这种自我麻痹那但是呢，我想接下来的问题是，印度你接下来怎么办？在整个南亚甚至扩散到中东地区。中国的军武已经取得了绝对制胜的关键，那事实上这些国家跟中国的关系只会加强。你印度呢？我不知道印度接下来跟美国的关系怎么，我们等着看看他们所谓签的这个协议会是怎么样的内容。好，来问聂老师。好，那刚开始你在问说，到底印巴他们会不会停火？是真停火吗？我觉得东西 gay 嘛这个非常清楚。从1947年7月这2边分治，从英国走了以后分治之后。这2边就因为克什米尔的英控和巴控的问题，就争端不停嘛。当然，他们停火了17年，从1949到1965，可是之后从1965就经常有一些小事就可以2边互攻。那么我们知道2019年发生一件比较严重的，那这一次当然是最严重的嘛，这真的是武器的这个上天空来较量。但是呢，非常清楚的，这个所谓的历史的仇恨这个记忆很多，所以呢，只要一个小火种就会点燃。所以我认为这只是暂时了，也还是会有未来的任何一个火种来点燃这2边的战事当然，现在印度就发生的是刚刚讲到钾抗解这个问题。当然，我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就是爱国嘛。
你爱国当然要对国家这个讲一些这个振奋人心的事情，而且你要知道实战和心理战两个战都非常重要，你光实战没有心理战也是会输，所以实战完全要靠心理战来 back up， 尤其要全民的心理啊，这就是有名的认知战嘛，要不然我们全世界什么美国的 CIA 我们的情报局员干什么呢？他们不是收集情报，是做假情报，你把一个事情假的讲成真的，那是最重要。你要赢就是把黑的变白的，我跟你讲，所有人都以为是白的，就跟着你去的时候，你就会是赢家。所以他必须这样做，也就是我要强调，就是非常清楚的，刚刚也讲到了，非常知道两边的军事实力已经非常比拟出来，我们用最客观就知道。我先讲一下，刚才我们也讲得很清楚，这整套系统的关系。今天不是光这个军事这个武器的这个设备的问题，还有它的整套系统。我觉得中国它有所谓的 AI 的这个配套的这个智能的配套，我把它形容这样子好了，我说。第一个，这一次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次的武器架就是中国的这个武器的 backup 呢，在巴基斯坦认为他们的资源很大嘛，就第一个它有千里眼的概念，它现在是一个超视距，可以在140多公里以外就先帮你电子身份先锁定，就帮你打了，这非常厉害啊！即便你歼10没有标封的这个所谓都是4代机，它的这个层次高。可它就是有办法这样子千里眼去对到你。第二个呢，我觉得它有属于飞毛腿的概念，它现在是一个超极音速，它非常之快，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第三个我要讲它有金钟罩的功能。我先讲这个飞毛腿，它可以你知道它可以用这个北斗的卫星圈给你定位，然后它再用它的 AI 精准去打击你。所以我觉得金钟罩最厉害，我觉得它有一个天网的智能的这个防空，也就是这一次大家看到哈。印度丢了非常多的这无人机过去嘛，据说77架嘛，前后，这7架一个打掉就是2000万，这一打掉一层就是2.5亿，这个不得了，这就是一个防空网，这很厉害的防空网。这是我刚讲，不管从千里眼角度，从这个飞毛腿的角度，从金钟罩角度，只要我觉得现在武器，我们之前就讲过，这个中国他这一次真的是脱下西装，才看到他到健身房真的练到他的这个肌肉已经真的是雄壮的不得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可能看在眼里的当然我们包括我们台湾，包括这个美国，我觉得可能都会做一些很另类的一些国防的未来的思考考量。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川普总算是去到了沙国这边好像这一阵子这个关税到处谈，好像都谈不出个眉目，但是到沙国这边被礼遇啦，总算是好像心情好一些沙国这边是高规格来接待，包含了有这 F-15来迎接，以及呢还铺上了紫色的这个皇家专属地毯，由王储来亲自迎接，还有这个川普搭乘的专车旁边有好几匹的骏马相伴这是皇家等级的欢迎仪式。那这个因为沙国王储知道川普喜欢吃麦当劳嘛，还这样子派了麦当劳行动餐车来待命甚至在川普演讲结束的时候有播放他竞选歌曲 YMCA， 但是这一首歌呢被视为是同性恋神曲，但是在沙国是反对同性恋甚至还可以判处死刑，但是为了要表达对川普的友善，他们甚至还播放了这首歌。那在中东这边就也给予这个川普大订单卡达砸了2.9兆买了210架波音川普乐开花就说这是史上最大笔的订单。那同样的他带去的包含了像是这些 AI 的大佬们黄仁勋苏姿丰还有马斯克一起同行辉达也拿下了一笔大订单就说接下来阿联每年要进口50万颗的 AI 晶片，要来打造他们的资料中心。那再来看到了他这其实他家族生意8年在中东也扩张了3倍就有人质疑说你是不是这个出访中东遭到自肥但是呢就感觉其实这也是沙国王储懂得顺着这个川普的毛来摸但是我觉得很奥妙的是，你看这一张照片川普没有站在 C 位倒是这个沙国王储站在中间，还有叙利亚的这个总统也出席嘛。现在川普说要解除对于他的一些种种的一些这个制裁那你看川普的表情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之前遇到泽伦斯基那一种你要懂得说谢谢现在倒是好像挺客气挺憨厚，在旁边微笑果然这个是钱的力量吗？那再来看到了这个川普去到那边好像被人家形容在阿拉伯展开了马拉松式的握手，感觉好像是金发 idol 的握手会，还被人家这样揶揄但是也被说好像是不是有一点逐渐拜登化，因为他访问完
湾沙国，要签署协议，结果恍惚中走错了方向，哎呀，开始有一点像是拜登的症状出现了嘛，就是开始引起种种讨论哦。不过我们来对比一下哦，就是川普去到中东那边，哇，好像要把这个事给造起来，不然前一阵子好像美国再次伟大都交不出成绩单呢。那但是呢，你看到这一回这个中拉论坛哦。这次其实明明是部长级的会议，结果人家吓到，怎么来了一堆元首？就明明是部长级会议哦，结果包含了像是巴西啊、鲁拉，然后哥伦比亚的这个裴卓，以及智利的总统，哇，来了好多的总统。可能大家都想说，难得有机会可以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嘛，所以哎呀，除了外长来，我自己元首也亲自带团来哦，甚至还带着这种大张旗鼓，带着他们的这种黄金阵容，这种企业团一起来，就想赶快来谈谈生意啊。所以接下来一带一路也有新进展哦，全球南方现在包含了哥伦比亚也说要加入到一带一路的行列了。那这个看起来这个南美洲哦，这个是逐渐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系越拉越近，那美国可紧张了。那接下来他们的交易包含了像是智利的樱桃啊、巴西的精品咖啡啊、厄瓜多的白虾啊、阿根廷的红虾啊，这些都可以跟中方啊更密切的来做一些这个出口商机啊。所以哇，这是新的一个商机的展现，那难怪大家这些元首赶紧来啊！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邱老师。川普到了沙特，他之所以兴奋不是因为他得了拜登症，而是因为他觉得到了沙特以后，他觉得他的面子有了，里子也有了。一打开专机的门口，舷梯上面就是皇家的薰衣草的地毯。然后他的沙特的王储小萨拉曼亲自来迎接他，你知道这个待遇跟过去拜登的时候，那可以说是天差地远。在拜登刚刚打败了川普成为美国总统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卡舒吉事件所以拜登很恼火，这个小萨拉曼还曾经痛骂他是杀人凶手，而且顺道也骂了这个沙特的人民，说沙特人民没有水准。所以在拜登执政的4年里面，沙特跟美国的关系可以说降到了冰点。也就在那个时候，中国很全力的去经营中东地区，还创造了这个沙特与伊朗之间、什叶派跟逊尼派之间的世纪大和解。所以那川普上来了以后，以前小萨拉曼根本就不理拜登，好，那现在小萨拉曼轻盈他，而且还送上了一个1420亿美元的军购大单。好，那紧接着这个卡达又是要送给他一架波音7478的客机来作为他的专机，而他的空军1号本来就已经老旧了，需要换一个新的飞机。所以川普当然心里很高兴面子有了，里子也有了，然后紧接着这个又有了这个对波音的2.9万亿美元的一个对波音的大订单。但是我所了解的内部的资讯说，其实卡达送给川普的这个飞机这个波音飞机是波音要送给川普的，中间透过卡达的政府来做一个过水而已。所以我也很佩服这个川普竟然敢收。所以怪不得刚才有明兄说，这个其实川普最怕的是什么？川普不是为美国再次伟大，也不是为美国人民，他最担心的是明年美国的中期选举。因为如果众议院的多数席位给民主党拿走了，那包含了这一次接手那一个波音飞机的事情，就会被怀疑自肥嘛。所以自肥的问题不是只有刚才主持人说的，他的家族企业这几年在中东，他的资产大幅度增加，肥水不落外人田，包含了这一次卡达送的这个波音飞机，其中都有玄机所在。好，来请教杨老师。我们以前看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它是方方面面都这个很强盛，经济、军事、科技然后呢，金融、威望、制裁，至少这6个层面。现在它只剩下3个层面，从这次它中东行就看得出来，只剩下军事、科技
现在只剩下 AI 晶片，还有制裁，所以它在经济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快要垮了，不得不退让，在美元的资产现在已经不受欢迎了，然后呢，威望，川普已经没什么威望，所以你现在看哈，他到这个中东去，就只是卖武器。以及这个 AI 晶片，最后因为中东国家过去10多年来，其实在发展科技、半导体以及 AI， 这几个国家都有，从沙特阿拉伯到就是卡达到阿联酋。那可是中国大陆呢，它是不只是跟逊尼派，它也跟什叶派。那关键是在这次的叙利亚，因为它从什叶派转为这个逊尼派啊，也就是跟这个沙特阿拉伯他们同样的这个逊尼派，所以美国就赶快要巩固它。尽管他过去是被列为制裁的恐怖分子，没有关系，权力最重要啊！这是在中东你一定要了解这个派系、教派跟权力之间的差异，以及美国的力量在快速的萎缩。那你如果讲拉美，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中国跟巴西在2000年的时候贸易额是10亿美元，2000年25年前，你知道去年到多少？1880亿美元，就表示去年每2天他就做了10亿美元的生意。那整个跟中国在整个拉丁美洲，除了墨西哥之外，墨西哥不算，5000亿美元，而美国跟巴西去年呢800亿美元。所以美国的后院门罗的主义，其实现在已经不是用军事，既也没有威望，你制裁也没有用，但是呢，在经济上面已经。这些拉丁美洲的国家和中国大陆相互都成为就是贸易伙伴，而中国是他们的最大贸易伙伴。这个转变很快的会有更具体的一些呈现。好，来问聂老师。OK， 的确啊，在大国博弈之下，我觉得国际关系真的非常重要，所以两边都在拉帮结派嘛，哈。当这次谈的是中东还有南美啊。我必须说明一下，那这个我刚刚讲微笑曲线，的确，川普啊从这打出来往下以后，现在慢慢往上，让大家好像民心也稍微恢复。我觉得他们的确跟中东有所谓的实质互惠的一些各自所需都拿到的，一个从金主嘛，只投资6000亿，一个呢科技嘛 ，AI 去支持你。我觉得他们有达到互惠啦，不管在军购上啊、投资上、矿产上，的确这次我觉得他们算成功。但是未来很难讲，因为中国也不会放手，因为中国在之前在那边也已经有放一些这个之前的一些这个投资啊，包括 AI、华为的一些支持，所以沙特阿拉伯应该是两边看。所以我觉得川普就算拿到一半或多一点，他也不一定拿到很多。但是南美不太一样，南美这边的12个国家，我跟你讲很有趣。这次是部长级会议哦，非常清楚，就是中拉的部长会议，12个国家里面跟大家讲一下，这里面大家都非常的急着到这个所谓的部长会议去看谁，大家就元首去了。为什么去？因为习近平来啊，因为这非常重要，因为他必须要都很急着自己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大国博弈之下，到底谁会有最好的未来？你可以看到这10几年走下来，美国是慢慢的 decline 往下走，而中国是 increasing 就一直往上。所以在生命曲线上，一个在成长期，一个在衰退期或成熟到衰退期，这些国家也都看得到。你可以看到南美洲这些国家就非常清楚的跟中国呢一一的靠拢。不管你刚刚讲的这些国家，除了这些小国家，乌拉圭啊、巴拉圭，我觉得somehow中国也不会放弃。也就是南美这个地方的实力看起来，它虽然我们讲说好像在美国中边、墨西哥啊、Puerto Rico 等等的南边啊、古巴的南边这12个国家。照理讲，也应该是跟美国最地缘也比较近，也比较有机会。可是你看到未来呢，可能中国把它都在他的后花园的好朋友都拿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美国未来的这个所谓的拉帮结派的力量会远输于中国。